解不可能了，他们只给我们2个选择：第一，赔钱，业内公开人事处分，节目给他们；第二，节目制作还归我们，播放版权平分，收益平分。那原作者呢？你是不是还没搞清楚啊？现在跟节目是谁的已经没有关系了，是乐果在跟我们谈判。但是据我所知，平凡之后，节目版权并不在乐果手里。哎，小小，你姐夫啊，他托了一圈人，找到了一个关于那个人一部分的资料，我已经给你手机发过去了，你看看有没有用。谢谢诺姐，替我谢谢姐夫。别说这些没用的了，你跟你们公司商量了吗？到底怎么办啊？没，不过领导说他有办法，让我按他说的来。你看，有办法不是好事吗？我都说了，公司出这么大的事儿，不会让你一个人扛着的，对吧？我也不知道会怎么样，感觉已经被宣判死刑了。你看你，哎呦，你怎么一天到晚这么丧啊？现在不要想这些没用的啊，任何事情都一定能解决的，好不好？好。那我不跟你说了。拜拜。别瞎想啊，拜拜。那哥。哎呀，我说你这人啊，你别那么独立的安慰他，最后啊还得他自己独自面对的，知道吧？我就是鼓励鼓励他，丫头傻了吧唧的，万一再想不开呢？哎，你怎么那么拿他的事当回事啊？啊，你这么多朋友，怎么就滕小小，就他你最上心啊？对呀，我是朋友多，可是深交的少啊。老公，你知道我的，我其实不喜欢特别复杂的人，我喜欢简单的人，小小简单呢，又善良，长得又漂亮，又单纯，皮肤又好，身材又好。我每次看见他的时候，我都想到我自己小时候。不一样吧？你比他好多了，而且现在的你是最有味道的时候。哪种味道？儿子是在写作业呢，我先看看他去。儿子今天去姥姥家了。今天吗？对啊，你不知道吗？我不是发信息跟你说了吗？那晚上睡觉的时候再告诉你什么味道。你怎么现在越来越讨厌了？那走吧，那现在就走吧。你激怒我了。我现在就去熟悉他吧。我们把习以为常的事情看成是正确的，比如破坏环境不重要，重要的是钱到手了没有。吃惯了农药超标的食物，反倒对不打农药的不适应了。种种这些，都告诉我们中国的环保。你好，您是吴国际老师吧？约我的是男的。哦，那是我领导。您好，我是滕小小。关于面具之下涉嫌侵权的事儿，这件事情没必要在这儿聊了。律师函不是发给你们了吗？你们去找乐果聊，没必要跟我说。不是，我今天来主要是想跟您探讨一下关于您的另外一个项目。因为是临时的拍摄，所以准备的还不是很充足，先委屈您看一下素材。一共拍摄了16个记录对象，
吴国际老师，您看一下，这些都是我们临时找来的，在国内刚起步、具有代表性的互联网创业公司。其实一开始我并不了解他们，但是在拍摄的过程中，我大概知道了你想要做的是什么。别蹲着了，坐着说。服务员加杯咖啡。好的。您的咖啡。谢谢。吴国际老师，您是传媒大学毕业，之后您选择出国留学，读的是新闻专业。加入优传媒不久，您就推出了《平凡之后》，但是由于项目一直没有得到推进，所以您选择离开。其实我猜测，您嗨的并不是节目制作的本身，您嗨的是节目背后的表达。你关注的也并不是某一个群体，或者是某一个行业的兴衰，您关注的是时代赋予当代人们生存奋斗的意义，这些都是社会新闻学的范畴。而且您在另外一档节目中探讨的也是同样的事情。你知道 all in 是什么意思吗？我不知道我理解的是否正确，但是看了您的策划之后，让我想到我之前看过一部叫《燃点》的纪录片，里面经纬中国的张颖说过，他经常对那些在美国的创业者们说，幸好他们不在中国，不然他们会死得很惨。因为没有人能想象，在中国创业公司的创始人们有多么的执着，他们执行有多么的快，行动有多么的迅猛，干活有多么的拼命。他们是这个社会的平民英雄，但他们也是普通人。我们也是普通人，但是我们也可以加入他们，成为他们。如果你选择安逸 （work-life balance），你就有可能会失去 all in 的机会；但如果你选择 all in，你就有可能失去全部。乐果已经决定开发我的新节目，所以他们在帮我打官司。优传媒曾经否认过我，所以我没有任何理由再相信你们。但是我还是很高兴认识你，因为通过跟你的接触，我觉着你不是那种会走捷径的人。但是我还是无法理解你曾经的选择。但鉴于此，我希望我们不要在更糟糕的场合见面。乐果绝对不会偷拍，也拍不出你想要的all in。乐果现在只是利用版权争夺来打击你的前老东家，有了你这根导火索，舆论自然容易被说服。小姑娘，你到这里来挑拨离间，这种做法非常的不正确。因为你是优传媒的人，你有什么立场让我相信？乐果和优传媒都是国内最大的传媒公司，他们要的都是稳中求胜。可是优传媒拍出了《面具之下》，但乐果除了流量娱综以外，根本没有这样的自制节目，因为他们根本不相信这样的节目会在市场上站稳脚跟。优传媒也不信，但是他们尝试之后尝到了甜头。您是传媒专业出身，比我更了解市场，我说的对不对？您心中应该有一个判断。我现在的判断就是，这一件事情已经让优传媒陷入困境，而我是你的唯一救命稻草。对，您说的没错。我知道，我现在说什么都像是在为自己找借口。
我的确是在公司的资料库里看见了您的平凡之后得到了启发，做出了面具之下。我为我的行为感到羞耻，我愿意付出代价，也愿意承担责任。但是因为我做出过面具之下，所以我更能理解，也知道你想要表达的是什么。这一点上，优传媒非常有诚意。一个让公司陷入侵权风波的人，他代表不了整个公司，他也代表不了优传媒。服务员买单。我是不可以，殷总可以。咱们这个文件都改过一次了，上面还是不满意。是啊，怎么这样啊？真不会做吗？哎，都想放弃了。你好。哎，您好。看一下展现刚做的不错。哎，小护士吗？他怎么回来？走过去。哎，你知道吗？啊，哎，谁呀？里面谈事儿呢。厉总，您怎么回来了？公司出了这么大的事情，我怎么能不回来呢？走吧，会上说吧。来吧，先听听大家的意见。我建议第二个选项。节目的前期和投入都是我们做的，现在也已经开发成功，市场和固定流量都已经形成。这个时候拱手送人，对我们没有任何好处，而且还会牵扯到巨额赔偿金和业内公示，对公司的声誉影响太大。我觉得这两个方案都不可行。那陆总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案？请稍等一下，我在等一个消息的确认。吴国际同意来见我。你在搞什么？这个时候去找对手公司的砝码，一点公关危机意识都没有吗？律师函已经被爆了，后期跟踪一旦出现被拍被炒作，谁来担责？陆芒，你的确为自媒号的开发做出了许多贡献，但是你的我行我素也没少给公司捅娄子。能不能请你以后做事之前，先来跟我商量一下？啊，对不起，我打断一下。我相信今天坐在这张桌子上，大家都是奔着解决问题来。但解决问题的关键，一直以来都不是问责。我说说我的看法。事情现在其实就摆在桌面上，《面具之下》这档节目已经做出来了，流量、固定观众已经形成了。那么现在的重点是什么？是让这些观众继续留在优传媒看节目，还是到乐谷去看节目？我觉着啊，坚决不能让步。秦总，你的危机公关其实做得非常成功哈，无论是从这个整体的思路，还是公司的形象维护上，都做得很好。
但是有一个关键，你没有抓住事件的核心。说到核心，我就不得不要提一下陆芒和小小，他们的功与过。功在哪儿？咱们公司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，花了很多的钱，投入了大量的人力、物力、精力去做紫薇号。表面上看，我们组建了一个非常优质的团队，但问题在于，这样优质的一个团队，为什么迟迟没有给观众和公司交出一个满意的答卷呢？做不出一档优质的节目的问题出在哪儿？陆芒的到来，给自媒号带来了升级。无论从用户的口碑、网评的播放量，还是会员的拉新，都做得非常的好，大家有目共睹，效率和结果毋庸置疑。要说到过的话，我觉着那无非就是有些操之过急，求胜心切。但是谁刚进公司不是想尽快的要做出一些成绩，要在公司站稳脚跟呢？由此忽略了一些细枝末节的小问题，我认为是可以原谅的。他们的大方向是要做出一台精致的节目，这才是最重要的，不是吗？好，我们再翻回来说。秦总，您一直刚才在强调公众舆论的抨击，我想提供一个新的维度供大家参考啊。现在所有媒体抓住事件的热点，它有没有可能从另一个方向会帮助我们做一个前期的免费的宣传呢？非常有可能吧，我觉得是啊。节目已经停播了，什么时候复播，在哪儿复播，已经培养出来的观众将来到什么平台再去看《面具之下》，我认为这才是我们今天这桌人应该重中之重讨论的问题。看来殷总的确为了这次发言做了充足的准备。那么我想问一句，事情已经发生了，公众不是不关心这个，这是版权问题，是性质问题，该怎么解决？你先不激动啊，这个问题，来，谢谢。好，什么茶啊？白茶。真够香。陆总，麻烦你帮我解释一下秦总刚才的问题哈，跟大家介绍一下。首先，我要检讨一下，可能是长时间作为新闻工作者的惯性，在问题出现的第一时间里，我和我的团队一直在自我反省和问题自纠，考虑着谁来承担、怎么承担这件事情带来的后果，反而忽略了市场和更长远方面的考虑。幸好在这个时候，殷总给了我们一个建议性非常强的方向，所以才有了今天我引导滕潇晓做出了这一次尝试。面具之下是我们开发的，不考虑舆论导向，是否存在抄袭，程度多少，这些都是两说。更何况这档节目问世以来，已经占有了一定的市场。节目是我们独立制作，他们却要跟我们联合播出，分享公司的既得利益和我们的拉新量，这既不合理，也不能被接受。这也是对优传媒过往的工作和投入产出比的巨大伤害。既然我们新的沟通已经有了结果，那就应该由我们主导，给这件事情一个新的转机。好，不管乐狗是不是想靠打版权战制造烟雾弹空手套白狼，但是律师函已经发出，如果我们不履行洽谈结果，公司就会背上官司。我想请问你，你该怎么办？
据可靠的消息显示，所谓的侵权原作品的版权并不在乐果手里。他们跟版权作者无国际签署的协议是，等到版权争夺结束以后，为他投拍他新的项目。这个新的项目，我跟殷总已经了解过了。我以我的专业判断可以保证，这个项目值得做。我已经把策划案发到群里，大家可以先看一下。还行，我觉得还行。也就是说，你们打算重新让这个人回到优传媒？当初他是怎么走的？殷总应该最清楚。这种眼高手低、没有团队意识的人，不配留在优传媒。就算他回来，也会和当初一样，怎么来的，怎么走。秦总说的对，其实当时啊，我也是觉得这人在我手底下真的太委屈了。你说咱们公司能给人家配给的资源又不足，这又是一个思路非常广泛的这么一人，我觉得我们确实没有很好的尊重创作者的价值。我觉得这是咱们真的是负有责任的。但眼下当务之急呢，咱们不是想让这牵扯到纠纷的版权回到我们公司吗？殷总，同意这个人和乐果谈判的所有条件，请他回来，金丝美好。你看看。辛苦了。这个是关于推进奥运的工作内容。我们还是要让对方持续地感受到我们的诚意。什么意思？我来做？不然呢？我是女创人。不是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我的意思是，我还能继续。你能不能继续留在公司，要等公司最后的决定。但是我大概可以确定的是，那笔赔偿金不需要你来承担。分工补过，你先走了，明天早点回来休息。您不在，把公司交给我，现在出了问题，是我没能解决好。让您专门跑回来，是我经验不足，管理不周。行了行了，你看那该亮的地儿都亮着呢，啊，别再自我检讨了。公司又没垮，你已经做得很好了。你说你的经验不足，跟阅历、年龄有关，跟能力无关。那既然知道自己的问题在哪儿，就应该多看多学，尤其跟殷志尧这种老油条多取取经。你不信，你找他帮忙，他不会不帮的。啊，那个叫陆芒，不错。
还有他的那个实习生，是人才，我们就要留下来重用。啊，新人不负重，可以采取一种适合他的管理方式。管理上的事交给你，我放心。我还有一个顾虑。说。陆芒他急于完成对赌，我认为他并不打算在优传媒进行长远的发展。我也找人调查了一下他的背景，他着急套现可能有一些个人的原因。我认为这些不稳定的因素都不利于自媒号的发展，所以，我们把自媒号交到自己人手里，是不是比较好一些？你的意思是说，怎样把陆芒变为自己人？除了给他压力，要让他学会看。你的顾虑呢很重要，你可以先按着你的想法实施，观察一段时间。还有啊，版权持有者的事要把它解决好。我不希望咱们公司的名字总是出现在热搜上。好。哟，李总，林总。哎，对了，正想跟你说一声呢。刚才在会上，可能着急解决问题，所以说话有点直，别往心里去。殷总做的没问题，准确、老辣，我学习了。老辣吗？小来了，小小，你就是吉里芬里。我求你了，我在这等了你一晚上，你一句话也不说，到底怎么了？还吃吗？啊，不吃了。你要烫死自己啊！你这么个吃法，你说啊，到底怎么了？你这吃法感觉跟最后一顿了似的。志英，我求你了，我这2天就光喝白水了，都没怎么吃饭，你能不能让我先喝口热乎的东西？吃完再说，吃完再说啊！求你了。我不用还2000万了。真的？哇，太爽了！你不用还钱了，你没水了。我现在特别高兴，高兴的要飞起来了。你觉得不觉得你高兴？怎么那么难过呢？哎呦我的天，真的，虽然我还不能确定我能不能留下来，但是最起码我能吃得起馄饨了。我就怕这个消息是假的。真的假的我不知道。但是小小，我有一个坏消息要告诉你。你坐下。回家的地铁末班车已经收车了。怎么了？我的天哪！你吓死我了！我的心脏现在是很脆弱的，我现在好脆弱的，我真的有鸡皮疙瘩都起来了。你太坏了！你怎么那么搞笑？别哭啦，我去买单吧。你还让我买单？你现在钱快疯了，你不买单？你太坏了！看你哭，我好想笑啊！走！谁呀？哎！
里面，挤满冷漠情绪的脸，颤抖的车窗边，映出一双迷惘的眼。也曾反反复复无数次怀疑，失眠的夜晚，伴着泪水击地，但耳边充斥着怀疑的声音，强忍住哽咽，被卷入人海。绚烂夺目的霓虹，孤独漂泊城市中，哪里有属于我小小的天空？也许在某个角落，痛了却装作从容，因为相信小小的梦想残留。若今天宣布失败，那么又能怎样呢？再卑微的歌手，也有属于自己的听众。呀，我出来了。我猜，对。好了吗？这有块皮能养上养啊，完美。哎，你不是去创业公司吗？你穿这样会不会太随便了？不会，我跟你说呀，那些独角兽创业公司全都是怪咖。我那天看见一女孩，跟咱俩年纪差不多大，瞧你猜怎么着？人是公司 CEO。惭愧，你看看人家在干嘛，我俩现在在干嘛？她长得好看吗？还可以，比你好看。真没事。哎，不过我觉得那个吴国基挺厉害的。你想，他还能想到从这些人身上挖掘故事，搞那个什么创业真人秀。啊，是。我那天见了他一下吧，我感觉他吧，就是看上去古怪，其实呢，挺简单的。他就是那种啊，一心呀想保护自己的创意，维护自己作品的人。哼，你心可真大，一边要帮炒女人干活，一边还要跟告你人沟通，你也是个神。我这不是没办法嘛，慌不择路的。不过呢，陆王这次呀，确实化腐朽为神奇，扳回了一局。不过姐夫也帮了很大的忙。哼，你可别扯别的，我看你呀，这是一身黑路转粉了吧？嗨，说什么呢你？我不也是想替你分担一些压力吗？不过一开始啊，我也以为那个陆芒是个人渣，遇事儿把自己手下推出去顶包，没想到人家这是运筹帷幄，还是在你把那邮件的事说出去的情况下，还挺大度的哈。你在扎我，继续扎我。别提那个邮件了，我本来还以为我自己走了狗屎运，拿到份什么职场说明书，结果没想到，事实证明吧，这在越光滑的路上走，越容易摔倒。职场压根就没有说明书。那人家也帮你了呀？帮我什么呀？到现在没着没落的，是生是死都不知道。反正沈英，我是绝对不会再理那个邮件了，100%。没事儿，别担心。我觉得吧，那个陆芒哥哥这次一定还会在背后默默保护你。什么哥哥？陆芒哥哥。什么哥哥？陆芒叔叔。不好意思。哎呀，你的手机怎么了？最近老是联系不上你。不好意思，手机出了点故障，还没来得及修。你今天的拍摄取消了，那两个老板临时有事儿。我本来约好了经济学院的陈云教授来给吴国基这档节目加持，但是这会儿呢，我要跟秦总去见吴国基，所以陈云教授，你来帮我去见，给他看这份材料，主要是听他对这几个环节的建议和评价。如果你们聊得快的话，就过来找我们。好，这样的话可以增加吴国基对我们的信心。
时间不多了，快点吧。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做，又不是这一件。我今天演讲的课题呢，是经济学在社会当中实际的运用。那么在我的演讲之前呢，我想带大家一起回溯一下经济学的10大原理。吴老师，这位是我们公司的。说吧，你有什么需求？是这样的，吴老师，您的那个新项目，公司非常感兴趣，而且决定继续推进。所有关于这个项目的材料，我们都在准备当中，应该很快就有消息。有消息了吗？我先确认一下。你们这个策划案里面的经济学理论呢，还是比较扎实的。目前来讲呢，我已经能帮你们这么多了。哎，别，教授您太客气了，您今天说的这些已经帮了我们特别大的忙了。哦，我先有事儿，那我先走了。今天真的谢谢你。那我等你们好消息。随时保持联络，谢谢教授。再见。再见。这里信号可能不太好。等有消息再说。服务员，1杯咖啡。好的。2杯。哎，好的。哎，不好意思。干什么呀你？哎，慢点啊！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请快下，请快下。干嘛呀？喂，小翔，小翔，哎呀，你看这北京城啊，天天在建新的大楼。那栋大楼马上快完工了，日新月异的变化。秦俏你一点没变，还有你们优传媒，你们想变化，想变得更好，但是你们没这能力。我还有事儿，先走了。你们聊吧。